西节祖师玛吉拉准佛母传第一部分前言。玛吉拉准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成就者，她依显宗的般若经典开悟，后依止帕当巴桑杰尊者修持觉域派等教法，由此创立了般若法门。断法又叫失身法，它是历史上唯一一部由西藏传回印度的法门，更是藏传佛教8大成就法之一。藏历第一饶炯铁阳年，公元1031年3月15日，玛吉拉准出生在西藏叶拉地区措美村（今山南曲松县的拉齐拉村）。父亲名确吉达瓦，是当地村长；母亲名布江，出身富家之女。她有一位年长16岁的姐姐，叫布美。在家庭良好的熏陶下，玛吉拉准自幼笃信佛法，乐于跟着大人挤进佛堂念诵经文。3岁时，他每日念诵很多种咒语。5岁时，母亲让他学习藏文字母与简单文法，他绝顶聪明，学习一点即通。8岁时，藏文读写已掌握得相当娴熟，能够准确而快速地吟诵各种经文。他在1日之内可诵读般若8000颂2遍。他的聪慧连国王都有所耳闻，并亲自接见了他。在他13岁时，与他朝夕相处的母亲离世，对不谙世事的少女玛吉拉准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。3年后，德高望重的父亲也随之离世了，她和姐姐成为无所依靠的孤儿。此后，姐妹俩人在格西阿顿座前学习佛法，依止上师勤于文思波罗蜜多集实地悟道。之后，格西阿顿自愧不如这位极具禀赋的女弟子，于是推荐她前往居住于扎堂的扎巴喇嘛。姊妹俩人按上师阿顿所讲来到了扎堂，依止扎巴喇嘛进一步学习佛法。不久，姐姐去深山老林修行，3年后在那里安静地离世了。接踵而至的亲人骨肉分离，对年少的玛吉拉准是一个又一个沉痛的打击，但也更坚定了他对佛法孜孜探寻的信念。扎巴喇嘛看他是一位具根器的弟子，将《大般若经》等显教经典的深邃内容传授给他。他对10万般若广释、2万颂本释深意通透理解，并产生了特别的证悟。玛吉拉准在扎堂居住了4年。18岁时，玛吉拉准与帕当巴桑杰相遇，师徒初次相见，帕当巴尊者谦让地与他行碰头礼。他们相视微笑，似乎彼此早已互相知悉熟识。帕当巴桑杰给了他书生的授记，并教导他说：“你要放弃贪恋之心，丢弃一切执着，远离凡人之居所，云游于兄弟，心境宽阔如苍穹。如此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的弘法事业将会如日中天，万古流芳。”帕当巴桑杰的开示坚定了玛吉拉准修佛之心。20岁时，他在扎堂向扎巴上师请求灌顶。扎巴上师说：“因为你和索南喇嘛前生的因缘，我无法给你灌顶，你应该请索南喇嘛为你灌顶。”于是他找到了帕当巴桑杰的亲传弟子索南喇嘛，讲述了扎巴上师的预言。索南喇嘛见他有成道的根基，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给予了他甚深的灌顶，并教导他修行不能仅仅停止在书本上，般若智慧的教法一定要与身心行为相联系。玛吉拉准将索南喇嘛的言教铭记于心，口诵心记每一句经文，心中闪现了特殊的证悟。远离一切细论，我知之节也自行释然，无我之智慧如同当头之红日照耀于心。23岁时，玛吉拉准受扎巴上师的指派，到伊琼做法事。他遵从空行母之言，在那里与印度班智达托巴布扎雅相见。为了更好地利益众生，他们结为夫妻，生2子1女。尽管有婚姻束身，玛吉拉准对世俗生活却没有丝毫依恋。35岁时，他厌倦世间生活，离开家庭，只身来到拉堆，拜见了索南喇嘛和扎巴上师。在那里，玛吉拉准接受菩萨戒和居士戒，成为了一名进士女。随后又到定日拜见了帕当巴桑杰尊者，尊者开启坛城，
摆上丰盛的贡品，烧香奏乐，将书圣灌顶、教育派、噶举派的书圣教戒和入中观特殊教义，无一遗漏的全部传授给马吉拉准。后来，马吉拉准实践发展了帕当巴桑杰的绝育派教法，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母觉派。37岁那年，马吉拉准来到了桑日的卡马尔，以这儿的修行洞作为根本道场，广收门徒，传授绝育教法。他的追随者上至王公贵人，下至流浪乞丐，他的儿女都是修持绝育法的成就者。次子敦云桑竹成了他的继承人，在绝育的修炼方面相当有名望。当时常有名僧来找他辩论佛法，如薛波大义师师徒18人，印度远道而来的3位班智达，都曾聚集于马吉拉准座前与其辩论。马吉拉准滔滔不绝的绝好口才，以顽石都点头的通透佛理，辩败群雄。他的名声当时不仅响彻雪域，还远传尼泊尔、印度，前来求学的人很多。在这些众多的弟子中，大多为女性，故人们将他传授的绝育教法称之为母觉。晚年的马吉拉准周游各地，修炼于神山兄弟。在《德隆寺与历史赛仓活佛》一书中记载，马吉拉准曾到过甘肃夏河山中修行传法，他把自己撰写的经文埋在这些圣地，后世他们将陆续作为伏藏被发掘。藏历第2饶炯土鸡年1129年，马吉拉准99岁，他一生将弘扬佛法、救度有情视为己任，以悲心和空心的境界摄受利益了无量众生。在头痛齿祸的耄耋之年，他终于合上了那双疲惫的双眼，进入了涅槃，现是空行净土。马吉拉准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是他的教法施身法，他能断除人生一切苦恼，能够斩断一切世俗和生死的根源。它源于心经，是般若智慧法门，它直接放下一切，到达本我，故有着极大的加持力。这种加持源于马吉拉准强大的愿力以及被加持者的信心和虔诚心。西藏的天葬也是源自绝育派的教义，当生命终结后，不恋躯壳，将它奉献给大自然，把意念的躯体供给磨杀恶鬼，实在的躯体供给应食用，如此达到断绝自念的境地。无疑，天葬是帕当巴桑杰和马吉拉准佛母留给高原的神圣习俗。千百年来，马吉拉准的教法不断被各教派吸收发扬光大，使得西杰派以另一种形式在西藏传承至今。第2部分，前世在印度。马吉拉准是能生一切佛的般若佛母，为了有情的利乐，他曾经降生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，名雄努麦朗智。他对于文字的读写与吠陀典籍只需修学少分就能通晓。雄努麦朗智5岁时就能无碍了知一切，人们都说他是佛陀的化身。10岁时，他在魏达巴的扎瓦班智达座前出家，法名敦珠桑波。他在上师跟前住了3年，对于声明、般若、戒经、俱舍等论点比上师更为善巧。上师知道他是一位具种性的堪能法器，就给他传了4部序，他很快就掌握了4部序的精要。他在上师跟前详细地抉择了论点及4部序，并将心中的正悟觉受供养给上师。上师听了非常高兴地对他说，我已不能胜任做你的上师了，你往北走，在桑朗住着一名叫格热拉纳的大成就者，他是圣乐金刚的化身，善巧一切论点，庄严圆满了一切功德。你到那里去修习无上密，能很好的获得决断，当你得到成就后，应去利益有情。于是雄努麦朗智就来到格热拉纳大师座前，大师了知雄努麦朗智是法器，在空中画现圣乐金刚62本尊的坛城，圆满地给他做了4级灌顶后，当下雄努麦朗智即获得殊胜的成就，能无碍地到一切佛刹去。他在格热拉纳上师座前修学了3年，断除了对经序一切法所产生的疑惑，特别于无上密生缘2次第获得极为善巧的成就。之后，格热拉纳上师对他说，
你现在应到金刚座的北部去，调服那里的外道，除你以外，谁也不能胜任此事。16岁时，匈奴、麦朗智前往金刚座与外道辩论，外道被辩败后，当下有10万之众改信佛教。他在金刚座住了4年之后，杜母敦请说：“你应迅速成就，然后到藏地去利益众生。”匈奴、麦朗智漫游各圣地，来到了北方，在一狮驼林中刚睡下，狮驼林中的一位身上佩戴着古饰，手上拿着月刀和天杖的空行母对他说：“你不是我狮驼林的人，这儿没你的住处。”空行母显现了很多离奇的神变，匈奴、麦朗智自在地以禅定力将他降服。狮驼林的空行母立誓未来护持佛教。这一天的黎明，无我母等15天女现身对他说：“瑜伽士，你应到普陀山，位于古代南印度的西南去，会迅速地获得成就。之后，你应到西藏去利益众生。”说完，他们像彩虹一样消失在空中。匈奴、麦朗智心想：我应在年少时获得究竟的成就，但是究竟到哪里能很快地获得西地呢？藏人凶蛮难调，又应以何种方便做调服呢？到天将破晓时，大幻化母玛哈玛雅五尊现身，对他授记说：“匈奴、麦朗智，你应到普陀山的巴扎岩洞去，修持大幻化母五尊，能迅速调服众生，勇猛精进，必能得西地。”说完就消失在光明中。天一亮，狮驼林的空行母说：“我来给你引路吧。”随后，匈奴、麦朗智和空行母结伴，以神足无碍神力来到了巴扎岩洞。他在这里修行至尊玛哈玛雅五尊，14天后就获得西地。1个月后，亲见玛哈玛雅五尊现身，在智慧的秘密坛城，他被圆满授予4灌顶，得到了很多去西藏立生的授记。最后大幻化母化光融入他的心间。之后，至尊度母也现身授记他到藏地立生的事业，后化光融入他的心间。上弦月的初3日，护主无量光佛来了，给他做了授记并加持。初8日，观音菩萨来了，也同样给他做了授记和加持。初10日，莲华金刚、空行母们来了，给他实现了马头明王和金刚亥母的秘密坛城，后为他做灌顶及到藏地立生的授记。从初10日至14日之间，空行母们依次敦请麦朗智尊者应迅速地到藏地去弘法立生。到了15日凌晨，来了一位面相愤怒、肤色青黑、身上佩戴着古饰、手上拿着月刀和天杖的黑愤怒母对他说：“瑜伽士，你应发心到雪域西藏去弘法立生。我现将你牵食，把你的魂石融入我的心间。”说完，举起月刀加持他。麦朗智尊者的魂魄投入愤怒空行母心间，将遗体做了不坏师的加持后，在愤怒母引领下，他无碍地来到雪域的前藏地区。第3部分，降生西藏。在西藏拉萨西南方的冈巴拉山脉中，屹立着拉齐雪山。山路下的错美村落居住着约500名村民，村长却吉达瓦与妻子布江夫人，一位贵族之女，共同生活于此。夫妇2人谦和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尤其对佛法僧3宝具足敬信，诚心供养，生活安乐和谐。他们膝下有一女，名不美，年方16。一个满月之夜，布江夫人得遇殊胜梦兆，梦中4位白色空行母以净瓶圣水为她沐浴，令其身心顿感清净清安。随后7位各具白、红、黄、绿等色的空行母献上珍妙贡品，并言此为迎请吾等母亲入胎之礼。接着一位肤色深蓝、现愤怒相、佩骨是持月刀的空行母赫然显现，四周环绕4位同样手持炉器与月刀的天蓝空行母。为首的愤怒空行母挥动月刀，倏然剖开布江夫人胸膛，说道：“今取汝无名蒙昧之心，以除烦障。”言毕，将其心脏取出，置入炉器，众空行母分食殆尽，由此净除一切世俗无明。随后，愤怒母吹响右旋白海螺，
罗生洪亮便传南瞻部洲，罗中射出光芒璀璨的白色阿字。愤怒母言，以此白罗安住如心，遂将海螺置于其心间，继而自心放射五色光明，由夫人顶门融入。其余4位天蓝空行母以放光遍照其身，最终化光汇入愤怒母心中。愤怒母旋即化作炽盛如千日之光，投入不江夫人腹内。梦中，不江夫人未感丝毫不为痛苦，反觉喜乐充盈，身心明澈。醒后，如此殊胜安详之境持续16日未散。次日，村中多位妇人亦得吉祥梦兆，纷纷前来告知。傍晚，女儿不美亦向母亲述说异梦，一束璀璨如日的光芒照入母亲腹部，家中顿现光明。光中有一位8岁女童手持金刚杵走近问道：“子子安好？”不美惊问其来历，女童答：“我自印度普陀山来，乃度母也。”不美欲拥抱之，女童却轻盈引入母亲膝下，旋即梦醒。其实不江夫人年已48，面容本刻风霜痕迹，然自受胎后，肌肤焕发光泽，身心清安丰足，常感吉祥梦境与瑞相。昼夜之间，屋舍山谷屡现绚丽宝光，夫人更得神通，能知他心，解梦兆，预察夜行。怀胎9月时，夫人闻腹中胎儿反复诵念种子字啊及5部空行心咒哈、瑞、尼、萨。未几，至羊年藏历3月13日凌晨，胎儿忽言：“母亲，请备全新熏香白衣，我将出胎。”15日黎明，婴儿降生，顿时满室馥郁芬芳，红光流彩，天乐悠扬，花雨纷坠。女婴抚出生即节度母坐姿，右脚在前，安稳端坐，并对母亲问候：“母亲安好。”随即连诵阿字真言。众人见其舌上现红色射字放光，额间更有一目绽放5色毫光，细密如马毛，叠成红泥。头顶发髻有一白色阿字，小如指尖，光明莹澈。子子不美以白缎包裹婴儿，不久舌上舍字银墨。不美以酥油拌糖玉喂之，婴儿出不食。凝望虚空片刻，待头顶阿字融入顶轮，额间毫光收敛，第3目闭合后，方大舌施以进食，吮尽油脂，向母亲嫣然一笑，安然入睡。产后不江夫人无痛无倦，唯感安乐如潮，层层涌溢。时父亲却及达瓦恰在外地，闻村人急报，村长家新生女婴竟有3目。父亲惊疑，速返家中，细观幼女后叹道：“此女顶有阿字白毫，指尖曼网相连，指甲润泽如贝，上现翁啊欧庄严字样，全身具足空行瑞相，吾等当悉心护持。”不美，此事须暂守秘密，勿轻传于人。一家人秘密慈护，女婴日渐成长。3岁时，无师自通，每日晨昏入佛堂礼拜，持诵6字大明咒、心经及度母咒。5岁，母亲略受经教，即能深解其意。后严师教学，8岁时已能书写，且日诵般若8000颂2遍。不久，老师向不江夫人坦言：“夫人，此女非凡俗之子，恐是智慧空行化身。我智如萤火，彼会似燎原之火，可名之为喜饶尊马，智慧明灯。”夫人斟酌后，为小女取名尊切马，意为小明灯。山区见传，拉齐雪山错美村长家有一聪慧非凡、不可思议的3眼女童。众人闻讯，纷纷前来拜谒。凡见尊切马者，无不心生欢喜敬爱，愈来愈多信徒远道而来，顶礼求加持。此即圣者马吉拉准降生及童年之事迹。第4部分，国王亲见与小法帽。小明灯尊切马的声名逐渐远扬，从格西至班至达，再由大臣传至宫廷。诸臣纷纷向国王禀报，我境内出一女神童。国王闻之，欲亲见验证，遂设宴特邀却吉达瓦一家前来。
却吉达瓦夫妇携尊切马及22位亲眷赴宴。国王同时召请全国顶尖班智达、格西及僧俗大臣齐聚，共读此契同。宴时，国王请母女近前就坐，温言问旅途劳顿。布江夫人初见如此众多高官学者，羞怯低头，答语微颤。尊切马从容待母应答，举止得体。王臣见其自信胆识，皆生钦佩。再观其额间第3目，更觉非凡。国王问：汝能诵般若经否？尊切马答：能。大臣遂请诗诵，他即流畅背出全文，毫无错漏。国王又问：可知经中奥义？答曰：知。随即阐说空性、缘起等深理，词畅意彻。满座闻之，无不叹服，深信其为空行化身。国王执其手细观，见其不仅具第3目，身相亦多有空行瑞相，愈看愈喜，问：汝名为何？答：名尊切马，亦称阿尊、尊马。国王言：汝生我治下之敬，今以出生地赐名，唤作拉准拉契之明灯，如何？在座王臣学者皆称善，反复诵念拉准、拉尊，视为殊荣。随后，国王赐马吉拉准全套新衣新履，并留其旧衣为信物，另赠其父母骏马3匹，上等资具30件，并嘱布江夫人：善护拉准，彼将来必为雪域众生广施利乐。归返错美村后，拉准与双亲度过5年宁静岁月。期间，子布美依止格西阿顿出家为尼，因聪慧猛力，速成上师心子。拉准则日与母相伴，于佛堂前诵广中略3版般若经，心无散乱，不务西游。10岁10日诵4函经文，12岁已达8函。拉准13岁那年，母亲布江夫人离世，布美携妹夜见阿顿格西，格西令其诗诵般若8000颂，拉准须臾诵毕，且发音准确，以8种变调流畅诵出。格西连连惊叹，稀有难得啊！遂倾囊相授实地5道心髓。不出3年，拉准已彻悟空性般若密意。格西自知已无法再施教。一日，阿顿格西告言：我已尽受所知，今见汝往夜如扎堂至都章寺，彼处扎巴喇嘛正答辩之，于其坐下修学，如可断获正真，达至究竟。16岁时，拉准与子共议扎巴喇嘛座前。喇嘛言：闻汝善诵，可与吾高徒共诵否？其徒能以6种鸾音日诵般若10万颂4函。然2人同诵时，拉准以8种鸾音日诵12函。喇嘛惊喜，遂请拉准留寺担任最高供养师，日以诵经供养诸佛。布美盼妹婉拒，劝言：阿尊，我等当专修佛法，速往空行净土。拉准答：未见般若佛母忧阡陌之事，我当留此利乐有情。子若欲往净土，可专修速成，待我圆满此生立众誓愿，必与子再会。情深姊妹虽具夙缘，仍难免别离。此后布美精进修持3年，终化虹身，直往空行净土，为留尘仪。第5部分，与帕当巴桑杰的相遇，年仅20的马吉拉准声名逐渐在藏区传开始。有一位其貌不扬，但修正功德圆满的大瑜伽士帕当巴桑杰，从印度来到了西藏。据说他是为了寻找一位印度大班智达的转世而来的。一路上，这位黑得发亮的瑜伽成就者逢人就问，有一位在印度普陀山的巴扎岩洞修行成就的敦珠桑波转生到西藏了，有没有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？有一天清晨，马吉拉准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白色空航母视线告诉他，一位肤色绿黑的印度大成就者今天会来拜访你。马吉拉准在梦中问，会是谁呢？空行母回答，帕当巴桑杰。第2天早上，马吉拉准走到寺院门口，步伐才刚站定，
寺门外石柱后就有一个人立刻站了出来。马吉拉准一见到他，即整理衣装，准备向对方行大礼拜。对方拦阻他做大礼拜，他们彼此以头碰头的方式顶礼。马吉拉准说：“人中珍宝呀，您能够来到西藏，真是藏地子民的福气。”帕当巴桑杰回答说：“你才是让我又赞叹又欣慰呢。拉尊，智慧母亲的化身，你投生西藏利益众生，这更是珍贵难得啊。”两人相视微笑，似乎彼此在这辈子之前早已互相知悉熟识。根据帕当巴桑杰的生平故事传说，帕当巴桑杰从入母胎开始就具备了许多瑞相。出生时，他的相貌如同佛陀一样圆满而庄严，诸根明利，聪慧过人，所有教法几乎闻即得正。他的威德与智慧很快就传遍了印度，人们视他为圣乐金刚的化现，对他既尊敬又仰仗。每个村庄都争相邀请他前往加持，遇有非人一疾，也仰赖他修法调伏。一次，帕当巴桑杰和他的师弟当巴那琼，此人因长相欠佳，肤色青黑，又被称作黑当巴，两人途经某个村庄，当地正流行严重的痢疾，村人几乎死去一半。帕当巴桑杰由定棺中发现，起因是一头大象死在水源处，污染了水源，必须移开那头大象的尸体，但村中已没有什么人力能帮忙。于是帕当巴桑杰就对当巴那琼说：“看来只好用千石法进入那头大象的身体，让它复活，自己走离水源区。这件事可以请你来做吗？”当巴那琼回答：“这个千石法我修得没有你好，我并不是十分有把握，还是你来进行吧。”人命关头，为了拯救村人性命，帕当巴桑杰便嘱咐那琼代为看顾好他的色身。随后即以千石法进入象尸，让大象暂时死而复生，走离水源区。当巴那琼守在已无神识的帕当巴桑杰躯体边，端详着当巴桑杰的容颜，想起人们是多么爱戴这位威仪堂堂的大师兄，一股无名贪欲瞬间占据着他的心。他四下张望，挥赶不去心头蠢动的欲望，他越想压抑，念头却越猖狂。于是他仓促地进行了千石法，将自己的神识投入帕当巴桑杰的躯体中，然后赶紧站起身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完成搬移象尸任务的帕当巴桑杰再回到原处时，只见地上躺着的尸首是当巴那琼的躯壳，他自己的躯体显然是被那琼换走了。帕当巴桑杰觉得这是一个指兆，说明他在人间立生事业的因缘已尽，他应该就此投生空行净土。当时瑜伽成就者匈奴、麦朗智、马吉拉准的前世以天眼通得知此事，立刻化为天女赶到帕当巴桑杰面前。天女首先对当巴那琼的尸体做了一番赞颂，预言以这样的青黑之躯，反而能行更广大长久的立生之事，然后劝请帕当巴桑杰继续注视立生，以除却众生之苦。帕当巴桑杰接受了这个身躯，他的神识进入这个绿黑发亮、其貌不扬但年轻强壮的躯壳中。从此他的教化行仪更威猛直接，行脚也由印度逐渐转往西藏与中国。所以回到马吉拉准与帕当巴桑杰这天清早的相见，两人也算是一种久别重逢了。他们仅是互相顶礼，相视片刻，不需要其余的寒暄。马吉拉准合掌向帕当巴桑杰请问：为了利益众生，我应该做些什么呢？为了不虚此生，我该怎么样修行和弘法呢？帕当巴桑杰回答：你要放弃贪恋之心，切断一切执着纠葛，静心上师，开展对你而言不可能之事，远离凡人之居所，云游于兄弟山林，心境宽阔如苍穹。如此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的弘法事业将会如日中天，万古流芳。帕当巴桑杰的开示坚定了马吉拉准修佛之心。帕当巴桑杰离开后，马吉拉准继续留在都章寺，完成扎巴喇嘛交付他的4年任务。1年之后，马吉拉准的生命历程有了180度的变化，他的修正方法以及修持力道从小明灯
小法貌的菩提善女，变成一个真正的大瑜伽女。当玛吉拉准再次遇到帕当巴桑杰时，他已经37岁了。所有五盖五障都已尽除，一切显经密续的教义都已烙印他心中。虽然他当时有一位印度伴侣，育有3名子女，但他断除了俗世的牵连，经常漫游荒无人烟的山林。他激发内在最大的恐惧，照见自心最大的渴望。他的名声已经广传西藏雪域，但各种毁谤议论也如影随形。37岁那一年，玛吉拉准行脚至后藏，他听说帕当巴桑杰在定日一个叫做太阳石窟的地方修行，便决定前往。来到定日，玛吉拉准先在山脚下绕里3匝，在山洞中禅定的帕当巴桑杰听到空行护法在他耳边报信说：“你如太阳般闪耀的弟子玛吉拉准来了。”帕当巴桑杰立刻出定，他走出山洞的时机，正好是玛吉拉准绕礼结束，朝着山洞走来。时隔17年，两人再次相见。这一次，玛吉拉准向帕当巴桑杰行大礼拜，并向他请法。帕当巴桑杰说：“哦，拉尊，你已经如实的修行成了一个野女人了。你已经具备了殊胜的4智慧，你本来就是般若佛母幽千末的一化身，具足开启3种解脱门的功德。你已调伏了许多恶世魔君，也以慈心带领了无量众生脱离罪堕。你的名声已在诸天世界传遍，我实在感到高兴，是我应该向你顶礼啊。这样吧，让我们举办一场会供，迎请诸天菩萨的加持吧。”于是帕当巴桑杰设立了坛城，玛吉拉准则以各式珍宝贡品作为迎请。霎时，般若佛母及其眷属众如雪片翻飞一般的降临。帕当巴桑杰化现为红文殊镜像，给予玛吉拉准甚深的身不动，与无碍，亦无倒3息的灌顶。接受灌顶后，玛吉拉准这样的赞颂帕当巴桑杰：“父亲啊，您是一切智一切见者，尊贵的当巴呀！您是3世一切佛的心子，您是一切有情的上师，您即是化身佛，我向您顶礼。”而后玛吉拉准在帕当巴桑杰座前，依照灌顶的教诀与心要而修，很快地升起了如实的正量。他与帕当巴桑杰这次相聚，有人说是3天，也有人说是1个月又21天。总之，自此之后，玛吉拉准在他的正解教授中，常将帕当巴桑杰尊为如父上师，藏人也因此称他为帕当巴桑杰。第6部分，玛吉拉准与索南喇嘛。玛吉拉准在都章寺担任诵经师，即将圆满扎巴喇嘛所嘱托的4年之期。期间，他精进修持帕当巴桑杰传授的6句经要：勿念亲属，敬信上师，具足厌离，灭除物欲，往来山林，自尊佛曼。通过文思与实修，他的心绪逐渐转化。一日，一位名为索南喇嘛的行脚僧来到都章寺。索南喇嘛并非普通僧人，他拥有班智达头衔，精通3藏4部，具足神通。以往出行常有数百弟子随行，备受各派高僧与功德主推崇，却因厌烦名闻利养，独自云游修行。此次前来，是受其叔父兼根本上师帕当巴桑杰指示，以9吨断除我执，教法皆引具格弟子玛吉拉准。索南喇嘛见到玛吉拉准后，问道：“你于经典法理虽已娴熟，且勤于修持，然是否已有真实体证？”玛吉拉准便将5到10地之义理及成佛方法详尽透彻地阐述一遍。索南喇嘛摇头道：“所言无误，然此属思维智慧，仍与心识捆绑，有其局限。真正智慧，乃断我执之见，于因地直见真如，以自觉限量实证，达理是双融。”拉准追问：“如何断我执而限量实证？”索南喇嘛答：“你此问本身仍是实质推演，须将理解从心识中抽离。一切法当由心证，内心直接经验，升起确信，方为正量。得此量时，就有思维惯性不再升起，本心气质，智慧如野火燎原，烧尽分别妄想概念，愚痴无明，心地扫净，
即从我直至故中解脱，得见心地风光。言毕，索南喇嘛即刻离去。拉准依其窍诀，日夜省思。一日诵读般若经，至摩所行章时，顿获大加持，正量从内心涌起，刹那间断灭四魔缠缚之分别妄念细论，智慧如旭日升空，我执永断无余。此后马吉拉准言行显现我执庆尽之相。以往衣着讲究，饮食精致，行止规律，交友谨慎。如今随缘穿衣，与任何人皆可真诚交谈，留宿并加草棚，分享乞丐食物，亦甘之如饴。八风不动而常怀乐意，平等三昧自然流露。扎巴喇嘛见其因缘成熟，4年期满时，赠以牛肉、青稞、锦缎等厚礼，并言：你之修正我已无法增益，当去追随根本上师索南喇嘛。因你二人前世有共同清净愿，今应向他求受殊胜4灌顶。马吉拉准携礼拜见索南喇嘛，索南喇嘛为其开启坛城镜像，口传开启空性之门，授予帕当巴传承之大幻化王密续灌顶，讲解经城甚深三摩地，明辨4灌真义，根本须臾成就法。灌顶正行中，智慧本尊融入自身，拉准身离地面6尺，视线寂静空行母24种舞姿，以梵音唱诵60种妙音，入金刚禅定，西安住无尽空性，穿墙飞天，直至霍波南阔泉水边沙罗树下。此处为恶龙扎波达迥巢穴，骸骨遍布，恐怖弥漫。拉准安坐泉边，恶龙率众攻击，他却将自身供养魔君。魔众幻术失效，皆现心臣服，是为护法，永不害生。午夜，大幻化网金刚坛城无本尊及佛母眷众降临，愤怒母为首，与拉准圆满4灌加持，并言：你已具欲界人非人之最大力量，当尽力助众生成就最高正悟。随后圣乐轮金刚空行母众如海云集，受记鼓励。诸佛之母优切莫在十方诸佛环绕中现身，加持道：瑜伽女当游历寒林，为众生正悟与利乐广发菩提心。黎明前，至尊空行圣度母现身，授予100个断除无明垢染之心髓灌顶及加持。授记曰：瑜伽女将有印度嘎巴拉佛化身之修行人拓巴帕追亚来葬，你二人为方便与智慧之结合，当共修于108处施林水泽，育有子嗣。你的教法将如日中天，永不消退。言毕，化红而逝。清晨，弟子于沙罗树下寻见拉准，一同反思。拉准径直前往上师住处，衣衫不整，却毫无羞怯，跪地礼拜并倡导：无妄念，无衣装，袒露的，我无遮无掩，毫不害羞地向您献上最虔敬的顶礼。是您真实地净除了一切遮障，纯正的上师啊，我五体投地向您顶礼。是您引领我等众生投生善趣，我向您再顶礼。是您保护我等众生免堕恶道，我向您3顶礼。同伴怪其举止反常，索南上师制止道：因发心不同，你们所得为世俗地灌顶，马吉拉准所得乃究竟法心灌顶。随后拉准请求修复正行之瓶罐，现曼达时祈请。于此是有外相显现的曼达地基上，深知4大元素化为净水而洒净。我身即是数量等同6道众生一般无尽的珍宝，以此向真实不虚的3宝尊以及上师本尊与空行护法做皈依，我献上外相深知曼达，请您那受赐加持。秘密灌顶时现曼达祈请，于此内在心髓的曼达地基上，具生任运之本觉化为净水而洒净。我之80即为一切心识之宝舟，以此向真实不虚的3宝尊以及上师本尊与空行护法做皈依，我献上内香心髓之曼达，请您那受赐加持。自灌顶时现曼达祈请，于此秘密法性的曼达地基上，自觉明光化为净水而洒净。
我无智无爱的禅修，如明空无别的大乐珍宝，以此向真实不虚的三宝尊、上师、本尊及空行护法做皈依。我献上秘密法性之曼达，请您的受赐加持。上师遂授予无上瑜伽4灌顶，详实各次第口诀及事业功德。拉准通达密意，视师如佛，全心依止。此后10多年，已得心性自在、实相圆满的玛吉拉准，依度母受记，与印度班智达陀巴帕追亚结合，生养子女，游历108处泉水含林与21座雪山峻岭修行。教法学习上，他持续参学，从博朵瓦受学弥勒五论，从帕当巴桑杰德喜金刚密续与般若教法，从马尔巴一师获大手印、那洛6瑜伽、10轮金刚6分之瑜伽、倒戈3轮训练及式部瑜伽等教法。由此，玛吉拉准从年轻女子蜕变为女性马哈希达，成就最高证悟者。第7部分，玛吉拉准与拓巴帕追亚。爪瓦上师的功德主拉姆真没有后代，只有夫妇2人，家中极为富裕。拉姆真得知玛吉拉准在寺院中的诵经师工作即将卸任，就邀请玛吉拉准来位于叶琼的家中，专心诵持般若经1个月，他愿意倾其所有做供养。玛吉拉准前去询问爪瓦上师和索南上师的意见，索南上师说：“去吧，过去有这个缘分。”爪瓦上师也告诉他应该接受这个托请。玛吉拉准遵从2位上师的吩咐，准备前往叶琼。当晚，有一位红色3眼空行母现身，对玛吉拉准受记说：“你应和印度班智达陀巴帕追亚一起同修方便与智慧双运道。你们承办有情大离乐后，将等住不退转地。”说完就消失在空中。黎明时，黑色愤怒母也来为玛吉拉准做受记说：“有一位印度来的班智达，他是嘎巴拉佛的化身，你们互为事业伴侣，能彼此增益修持。你们应扶植后代传承，弘传兴盛佛教，圆满10地般若蜜。”说完消失在空中。次日，玛吉拉准启程到叶琼，当晚住在一位觉母家中。中夜时，来了7位白色少女，她们说：“你和印度的班智达陀巴帕追亚2人有共同的愿力，应心无畏惧修习业印，广利众生。”玛吉拉准心想，这样的吩咐是空行护法受记还是魔所化现的呢？我的2位上师都具足神通力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们是不是早已经知晓了呢？正想着，7位空行母就消失了。清晨，一位美丽的白衣少女骑着一头白骡子来到他跟前。少女从骡背上下来，首先向玛吉拉准行了3次大礼拜，而后说：“唯一的尊母，大秘密智慧空行，降伏魔众大金刚瑜伽母，我奉拓巴帕追亚上师的吩咐，特意前来迎接你。”玛吉拉准问道：“你是谁？要接我去哪里？”拓巴帕追亚是什么人？白色少女说：“我是法罗守护母，我的上师拓巴帕追亚命令我来到这里。我的上师来自印度的焦萨罗，是释迦一族，父名宝成就，母名三摩地。上师是佛之顶轮嘎巴拉的化身，他于外广学3藏，于内精通4密，是一位修持圣乐金刚的成就者。他这趟专程为您来到西藏，目前住在叶琼，请您上路吧。”说完，少女与白骡消失在空中。玛吉拉准骑上骡子，经过协众地方时，有一名精通3藏的大法师敦巴喜饶部正在给300多僧人讲般若。玛吉拉准来了后，法师们纷纷问他：“听说您就是却吉达瓦有3只眼的女儿玛吉拉准空行母？”拉准回答说：“我就是。”法师们说：“如果你就是玛吉拉准的话，据说你善巧般若，我们来做一次辩论吧。”于是玛吉拉准空行母和7位有名的格西进行了佛法辩论，格西们全部败北。众人们一致认可地说：“瑜伽女，您是一位真正的智慧空行母，说您是般若佛母的化身，一点也不假。现在你想见我们的上师吗？”玛吉拉准点头说：“去。”于是
25位僧人捧持熏香及各种乐器，列队迎接玛吉拉准。来到了敦巴，喜饶部上师跟前，玛吉拉准是敦巴法师为文殊菩萨，见后随即作礼，法师未受。他从座上站了起来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玛吉拉准空行母，您来了。”敦巴法师请玛吉拉准坐在身旁的3重软垫上，法师亲见玛吉拉准为白度母。敦巴法师与玛吉拉准一起交流佛法心得，法师对玛吉拉准非常赞许。当玛吉拉准向法师求法时，敦巴法师说：“你为圆寂的法一个也没有。”玛吉拉准继续请求说：“解法的缘故，什么法都可以。”随后敦巴上师给玛吉拉准讲说了缘起12支，详细的做了抉择后，他通达了一切法的缘起规律，能以缘起讲说一切法，并依于缘起修解脱法。玛吉拉准空行母离开协众，来到叶琼拉姆真的家中，才走进院落，就看到阳台上坐着一位瑜伽士，他的肤色深褐，眼睛非常大，布满血丝，模样看起来颇为摄人，就像法会中的圣乐金刚一样。他用印度语对玛吉拉准空行母说：“佛母一路辛苦了。”不需要翻译，玛吉拉准空行母微笑着自然地用印度语回答说：“瑜伽士，您从印度远道而来，实在是难得，您更是辛苦了。”最初几天，玛吉拉准专注地念诵般若10万颂，见或和拓巴帕追亚做佛法上的交流，谈论一些印度的历史。半个月后，两人逐渐熟悉了。在葬礼初8那天夜里，拓巴帕追亚和玛吉拉准两人进行了智慧与方便的修持，光明充满整个楼房。拉姆真以为是房子失火了，就跑到房顶上去看，只见如虹般的5色光明环绕着整座楼房，其间有红白2个如月亮般大小的光圈合在一起，极为光耀，别的什么也没见到。拉姆真心里非常惶恐，在屋外坐到天亮。天刚亮，当拉姆真看见拓巴帕追亚从玛吉拉准的房中出来时，他实在无法相信，跑到厨房里端上早餐，来到玛吉拉准的房间。他问道：“昨晚拓巴帕追亚与你共住了吗？我还以为房子失火了，跑出来看到了2圈红白光明照亮了整座楼房。天亮时正好又见到他从你的屋里出来，虽然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不过我心里仍然对你有信心。”玛吉拉准空行母感叹地对他说了一首偈子：“难道受记是魔鬼的诱惑？便指双运是与魔共伴。不知情的施主你追随做询问，利益众生真是谈何容易。”此后7天，拓巴帕追亚大师去西藏各地云游，玛吉拉准在叶琼住满了1个月，念了30遍般若10万颂后，拉姆真夫妇供养他很多财物，送他回到扎瓦上师处。拉姆真虽然知道拓巴帕追亚大师和玛吉拉准空行母已成为法侣，但他没跟任何人提起此事，一直保守此秘密。他认为他们2人肯定不是普通人，他一直对玛吉拉准有着不共的信心。玛吉拉准回到了扎瓦上师跟前，他如实禀告说道：“上师，我得到多次受记，所以和印度班智达拓巴帕追亚双运共住了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”上师慈祥地说道：“玛吉拉准，此中有利益众生的大缘起，你不应生畏惧，应按照受记坦然地面对，与他和共住。”然后玛吉拉准又提着贡品去拜见索南上师，将一切经过告诉了上师后，索南上师也没责怪他，反而很慈祥地对他说：“玛吉拉准，你现在应该按照受记，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利益众生。拓巴帕追亚上师是具种性的成就者，所以并没有过失。你应和他结合，共同培养后代，这是有利益众生、广大长远兴盛的缘起。”众多空行母的受记，加上2位上师的亲口受记，玛吉拉准空行母吃了定心丸。23岁那年，他和拓巴帕追亚班智达结为夫妇。在20多年伴侣生涯中，他们一起去到西藏许多地方修行，从城镇到荒村，从草场到雪山。2人有时结伴同行，有时又各自独居独修。2人行脚到各地，
有时备受尊崇，有时又遭致非议。有的村落敞开大门迎接他们，有的地区却抡起棍棒把他们赶离。他们育有2儿1女，他们从前藏到了后藏，然后又去了中藏。到达最远的地方是阿里，许多圣地都可以找到他们修行的足迹。第8部分，马吉拉准的儿女们。马吉拉准在24岁时在前藏生下长子，为承办一切受祭，他给这个孩子取名为卓巴。前藏的人们不能理解马吉拉准还俗之行，开始对他责骂讥毁。为了不再让不知情的众生造口业，马吉拉准和拓巴帕追亚离开塔波来到娘俄，又辗转到了冈布。他们还在彭玉朗堂住过一段时期。25岁时，马吉拉准生下次子竹谢。30岁时，在昂拉的扎朵，马吉拉准做了一次大会供，召集了很多空航母，不久生下了小女儿拉竹玛。因为出生在空航母聚集的地方昂拉，所以又叫拉蒂。大儿子卓巴年轻时对佛法完全没有兴趣，整日游手好闲，结交一些恶友，经常惹出小麻烦。他15岁就早早结了婚，在世俗轮回中浑浑噩噩度日，直到45岁时为生活中恶缘所逼，来到桑日投靠母亲。马吉拉准官见调付他的时机已经成熟，才传法给他。卓巴自此成为了一名居士，法名加瓦敦珠。他精进修法7年，就获得了成就。在马吉拉准图皮法会上，深情唱诵马吉拉准礼赞文的就是加瓦敦珠。马吉拉准的次子竹谢在修法道上的历程很不一样。竹谢从小聪慧，15岁就已经从父亲那儿学习了圣乐金刚教授、海生金刚教授、不动金刚教授、金刚摧破秘密修法仪轨、黑色马头冥王仪轨等。而小女儿拉竹玛在10岁时就已通晓至尊红度母仪轨、大悲观音仪轨、般若25000颂、般若10万颂及诸文字等。虽然生育了儿女，马吉拉准对世俗生活却没有丝毫眷恋，他大部分时间投入在修持佛法中。42岁的马吉拉准在桑耶寺附近闭关修行了近1年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得到一个梦兆，他梦到自己置身在一处奇异的花园中，有一朵巨大的千瓣莲花，放五彩之光，花蕊坐垫上坐着他的根本上师索南喇嘛，上师一身洁白衣装，身周有红光围绕。帕当巴桑杰坐在索南喇嘛的头顶上，其上方又有金刚总持端坐着。在索南喇嘛右侧是文殊菩萨，左侧是阿弥陀佛，后方有苏卡西底，前方有度母。他神情极为愉悦地放光加持马吉拉准的身、语、意、功德、事业5轮。四方各有白色空行母，吹着白色海螺，其声宏大，响彻四周，令他从梦兆中醒来。第2天上午，拓巴帕追亚带竹谢和小女儿拉竹玛来探访马吉拉准。夫妻2人交流了彼此的绝症，时而唱出心流中的安乐正道歌，时而以不可思议的愿力做出清净祈愿。数天后，拓巴帕追亚知道自己今生在西藏的使命已经圆满，因此将儿女留在马吉拉准身边，夫妻彼此珍重道别。拓巴帕追亚即返回印度家乡，继续弘法利生。竹谢回到母亲身边没多久，突然得了精神异常的疯病。马吉拉准为了熄灭他的病苦，传授给他一套特殊的教法，称为能断一切苦之宝灯教授，叫他到狮林去修持7天7夜。随后竹谢去狮林中日夜修持，果真7天后，他的疯病就完全好了，并且得到了极佳的正解体验。马吉拉准知道竹谢可能是具根器的传承者，于是邀请帕当巴桑杰来到桑耶寺，筹办了广大的供养。竹谢依于其坐下皈依，受出家戒。大恩上师啊！竹谢皈依帕当巴桑杰后，马吉拉准对上师做了一个特别的请求：孩子出家后的法名，能否让我来为他取名呢？哦，为什么呢？帕当巴桑杰感到好奇，因为一般都是由授予出家戒的上师为弟子取名字。上师啊，这孩子回到我身边的那天黎明，我做了一个梦兆，梦兆中有4位天女，
吹奏着白海螺，声音传遍了4大洲。第二天，他的父亲就领着他来了，显示他是一位巨气的修持者。这孩子生疯病之后，就得到大出离的善缘，在如同30一切诸佛的您座下出家受戒。今后他就像是您的孩子，愿他能以身语意3门完全的承事您。所以我想为他取名敦云桑竹，意思是拓跋的疯儿子，当巴的所愿接办。之后，帕当巴桑杰依次第地给予敦云桑竹许多教法与灌顶。临别之前，还为他授记：未来你将成为马吉拉准教法主要教义的传承者，你将以极大的救度力量成就广大众生之利益。敦云桑竹对帕当巴桑杰尊者有着特别的信心，常说我的父亲是帕当巴桑杰，母亲是拉准，昼夜6次的专注祈请2位父母上师。马吉拉准传授给敦云桑竹禅定4观，开启虚空门直指坡瓦教授，十方诸佛转化100观，母虚空行转化100观，公师夺马100观及除障300观等。敦云桑竹依教诀修持这些升起次第的法门，仅仅4个月就得到正解与体验，又继续修持了3个月，就升起了圆满次第的暖相。马吉拉准知道他究竟的成熟时机已经来临，便将断镜大手印传给他，嘱咐他到香波港闭关专修。第9部分，法位继承人敦云桑竹。16岁的敦云桑竹依照马吉拉准的教导，前往香波港闭关修行。他和3个友伴结伴同行，走了近1个月才到达香波港。而马吉拉准则以神足通，只花了1天时间，在第2天太阳升起时就先抵达香波港。他在岩洞处广设会供。中午时，敦云桑竹与3位道友到达香波港。马吉拉准空行母慰问道：“4位辛苦了。”敦云见到母亲非常高兴，回答说：“我们不累。”然后马吉拉准给敦云桑竹传授了噶举加持大灌顶、5部灌顶、亥母5尊成就灌顶以及耳传教授等。马吉拉准空行母在香波港停留了7天，迎请本尊给此处岩洞做加持。这期间，香波港附近聚集了无数的勇父、空行与天女，空中不时显现五彩祥云与彩虹，缤纷花雨与芳香雨露也阵阵飘降，令人心情欣悦，心中升起大勇气的天乐，日夜不时都可听闻。马吉拉准嘱咐香波港的地神，不要在儿子修法时做障碍，立下了护持的誓言。又令莲花部的空行无垢母提供儿子敦云桑竹饮食。又在灌顶中，敦云桑竹亲见母亲化现金刚亥母像，加上他亲传的口诀与细节讲解，他心中产生了再无动摇的确信。马吉拉准嘱咐敦云桑竹，接下来你应该在山洞中隐居修行12年，由最根本的起修，直到5蕴、12处、18界，乃至凡俗的曼达拉宫殿等完全转化，退尽凡心，使心识登临佛国净土，获得无退转成就为止。你安心的修持，我会请1位女性护法照顾你的饮食起居。就这样妥善安排后，母子2人分别，敦云桑竹进入闭关山洞，洞口随即被人用岩石从外面封堵起来。敦云桑竹在岩洞中一心专修，有一天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他稍稍松开禅坐姿势，心想：母亲告诉我会有女施主为我送食物，算算时日，已经3个月过去了，那位女施主怎么还没有来呢？他环顾空无一物的山洞，转念又想，这个山洞母亲已做过了大加持，也给了我最好的3昧食和最滋润的口诀，就算我完全不吃不喝，继续修下去应该也没有问题。于是他调整好坐姿，打算再次入禅定。此时一道阳光由洞口缝隙射进山洞里，光束之中出现1位空行母，手中端着1碗红色的甘露。空行母说：“请慢慢享用，把它喝光，这对你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饮用甘露之后的敦云桑竹，感觉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得到了难以形容的无上的滋润，骨肉等4大形质净透轻盈，心气焕然一新，
强烈的喜悦由心中一阵一阵扩散出来，对于原始饮食的欲望已完全消失。他想把3个月来以及此时此刻的美妙的觉受体验都告诉空行母。然而空行母急忙摇了摇手说：不，请不要说出来，我只是负责你的饮食部分，不是能指点你心性观修的阿舍离，所以请将你的法性觉证妥善隐藏，当作你的财富宝藏。你现在仍然会有疑惑涌现，应该持续关心，直到见地和修持融合多门为一位。空行母说完，就化为一道青烟，从洞口的岩缝中消失。之后每隔3个月，空行母就会带着滋养身心的加转甘露来到山洞中。转眼5年过去了，玛吉拉准派遣一位瑜伽士去探望敦云桑竹。瑜伽士稍微挑开一块洞口的岩石，朝洞内大喊：喂，小伙子，是死是活啊？你母亲要我来看看你。敦云桑竹回答说：辛苦您了，请转告母亲，我一切都好。我有禅定之时，所以从不饥饿；我有捉火之衣，所以从不觉得冷。万有所显都是我的道伴，所以从不孤单。圣观佛身及沙土即是我成，所以再无其他贪恋。而后瑜伽士将敦云桑竹的话转达给玛吉拉准，他点头微笑，只轻轻地说了一句：我的孩子正的成就了。后来在敦云桑竹长期的闭关中，玛吉拉准数次以神通力飞至山洞中，母子2人有许多关键对话。有一次，玛吉拉准问敦云桑竹：你在闭关中能看见我运用神变飞来吗？敦云桑竹回答：外界事物都在心中，我没有什么看不见的，我连在梦兆中都能知梦兆，心中没有不知之事。另一回，敦云桑竹问玛吉拉准：阿妈，您是智慧空行之总母，能生出一切佛之身与义、功德与事业，那么除了您之外，是否有其他般若佛母的化身呢？玛吉拉准回答：其他地方当然也有般若佛母的化身，这样的化身是由大悲心而来的，因此会有万千的化身来利益这五浊恶世。依佛所受记，这世界有多少大悲观世音的化身，就会有多少般若佛母的化身。尤其末法时代，恶业充满，魔障更多。佛陀一说，这瑜伽母大手印施身法是唯一对治的良药，将会遍传西藏。玛吉拉准又接着说：你的降生就是为了传承施身法，我们若能成就空性，断除我执，一切智的都可到达。身既已失，这无身之人可叫有身之人强100倍，一切病魔在无我定中不能出生。学法贪利者100人，不如修习无常者1人；广修大法100年，不如无我1日。我执共高，自赞弘法100年，不如谦虚无我，实修实证1日。这些都是大手印施身法的要点啊！就这样，敦云桑主在山洞中隐修长达13年，最终成为断境大手印的法教拥有者，将此法弘扬至西藏全境。各大教派在各自观修的内外境中，都或多或少涵盖了此法供施身体的精髓与方便法门。第10部分，般若佛母的化身。像是广阔平原上的初春景象，春雷最初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的响着，但渐渐的雷声串联一气，仿佛大地震一样贴地滚动而来，万物都感受到其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。渐入中年的玛吉拉准，利益6道有情也是如此。10多年来，玛吉拉准过着流离跌宕、毁誉夹杂的瑜伽女生活。35岁时，空行母多次现身受记，玛吉拉准日益厌离轮回。他安置好子女财产后，又回到了拉堆，继续依止扎瓦索南上师修行。玛吉拉准向索南上师请求了一城亥母5尊灌顶，他向上师供养了灌顶前行8支供。教士自名大智慧，顶礼具恩诸上师，施与决定大悉地，顶礼本尊空行众，圆满断正大功德，顶礼5等导师佛，能悉离贪正解脱，顶礼殊胜微妙法，具正8解脱功德，顶礼殊圣圣僧众。
决定能灭诸为源，顶礼空行护法众，乃至为正菩提间，上师三宝本尊天，与我虽设垂救护，五欲妙供心呈现。罪障不善个个忏，有情众善作随喜，祈请恩师转法轮，不住涅盘久住世，从今乃至一切善，回向众生愿成佛。马吉拉准做此8支供后，上师很高兴，为他做了圆满的灌顶。上师真实的见到马吉拉准就是空行母，给他传讲了修持无上密语讲，便住自在的教授，取秘名金刚自在母。后来马吉拉准修持空行，升起次第，获得坚固。马吉拉准给爪哇上师供养了12缘起中顺逆2支的教授。上师很高兴地对他说，现在论抉择缘起12支顺逆法、修法以及含义等，现今比你更圆满的人再也找不到了，你是缘起的大成就瑜伽女。马吉拉准接着向上师请求发心仪轨时，上师说，与你已无需传讲发心仪轨，你是离正大成就母，是能生一切佛菩萨的大佛母，是与经续2者获得自在的金马大佛母，是对有情施以如子般慈爱的般若大佛母，是一切法的宝藏。对你自己来说是不需要发心仪轨的。我在马吉拉准你跟前就好像是月亮旁的小星星一样，但是由于我已成为你的上师，为了相顺缘起，就给你传授吧。随即就给马吉拉准讲了发心仪轨，并传了居士戒。当时马吉拉准现量的见到扎瓦上师就是释迦佛，在他的右边有文殊菩萨，左边有观音菩萨，面前有金刚手菩萨。见到了释迦主眷4尊后，马吉拉准随即顶礼，做了下面的赞颂：犹如金子威严身，顶礼护主释迦佛；铜针韶华慧光耀，顶礼文殊妙吉祥；无缘大悲平等师，顶礼观世音菩萨；巨大威力降众魔，顶礼金刚手菩萨。犹见上师与佛无别故，马吉拉准获得了等量的加持。从观音菩萨手中的净瓶中流出了白色光明的甘露，周遍马吉拉准的全身，获得净续的加持。文殊菩萨右手拿着蓝色的宝剑，上面赤然着5色光明，举于心间，为作灭除余暗的加持。金刚手菩萨拿着一根黑色金刚杵，从里面发射出金刚叉叉，灭除了一切魔障。得到加持后，马吉拉准受了菩萨戒。之后上师给他做授记说，你应到前藏的桑日去调伏利益众生。随后马吉拉准漫游于雅拉、唐拉、港日诸木解钦、格尼卡巴等雪山凶险地108处。37岁那年，马吉拉准来到了桑日卡玛，地神桑日却瓦向他请发心教授，并立誓守护佛教。当时有一位名叫丘措的觉母做他的侍女。40岁时，马吉拉准佛母的功德和声名在藏地如雷贯耳，他立生事业主要在安多、前藏、康区等地。这时不仅是村镇百姓争相顶礼求见，许多修士向他请求受戒，还有许多宗师在辩经之后拜得心服口服，带着全部学生一同皈依他的门下。大家都说马吉拉准的教法能够免除404种疾病，平息8万灾难，终身修持定能成就。41岁时，马吉拉准在桑耶青浦洞中修法。这年春天的最后一个初8日，圣度母与无数空行母在洞中化现，授予马吉拉准5毒5龙转5佛5智的4灌顶。度母授记说，瑜伽女啊，我授予你这个甚深密续灌顶，赐你为密咒、陀罗尼咒、明咒等3咒之主，你即是这个坛城中的本尊，亦是大般若佛母、深蓝秘密金刚界自在母和金刚伏魔母，你将能够指挥所有空行度母生众，引领有缘众生进入你的坛城，完成解脱功德。圣度母又继续说，这灌顶中包含了2个教法的密咒心髓，若是如实依照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而修，这一法脉传承将如黄金珠链，一个接一个持续不断，直到第10世代，此密咒传承将自然消失于虚空中。
马吉拉准捧着21度母礼赞文，对杜牧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本领能够指挥空行圣众，也没有功德能领受如此甚深秘冠，但我立生的欲望日复一日更加强烈。从今以后，恳请您们慈悲眷顾我，继续赐我加持力量。”杜牧说：“你应该升起本尊佛曼，以无二元，不动摇的确信。在心事的深处，离系的自心本性中，你很清楚地知道，你就是四圣佛母幽阡陌的化身。一面四臂，上二臂持金刚杵与经书，下二臂结心柱于一镜之等持印，身色金黄，双脚金刚加夫座，具佛32相，80种随行好，心间有种子自瓯，放橘色光芒，以般若佛母幽阡陌为中心，十方生出诸佛与菩萨，安住于色究竟天无限清净宫殿。”杜牧接着说：“然后从我杜牧的心间放射出绿色的光芒，形成种子自瓯，瓯字放光射进大般若佛母心间，应请他的一加持。般若佛母接受了这祈请，由他的心间放光，照极虚空中一切诸佛菩萨的心意，一切诸佛菩萨之心意加持，以光的形式融入大佛母心间。与此同时，大佛母化现为一面四臂，身色湛蓝的金刚界自在母。金刚界自在母的身、语、音、功德与事业，再化现出无数净分相化身。义德化现即是金刚伏魔母，她的法相一面二臂，头顶发间突出一个猪头。她是一切空行母的支配者，威严通达三界，可断除凡夫慢心，令众生获得解脱。他为了救度有情，曾多次转世为凡夫学习经律论三藏，犹如高举明灯照亮众生无明暗顿。这一次他转生在西藏，出生在拉这个地方，他就是你。听了杜牧这番解说，马吉拉准明白了为何自幼即能朗朗而读般若10万颂。他的心中升起了再无疑虑的信心与大勇。他询问杜牧：“您传授给我的甚深秘密药法，我将以此成为度化众生的起源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将这些教法长远流传呢？”圣杜牧回答：“我所传授给你的无上瑜伽密续深奥教义，不适合公开广泛解说，也不适合公然修行。这个教法要选择适当根器的有缘弟子，个别教导，秘密修持。空性即法身，法身母亲即代表我们的自心本性。因此将之前传授给你的四法印之方便，结合空性见之智慧，二者体性上合一而修。纵使佛陀所预言的五浊恶世来临，真实修持的司徒斯民也不会遭受魔爱的摧残。”杜牧以无比慈祥温柔的声音说道：“瑜伽女啊，你的教义将发扬光大，你的修持将至不退转位。”说完，杜牧心间放射出千幅五彩光芒，光芒扩散至寰宇上下，四方四隅。光芒所及的十方诸佛菩萨一呼千应，以光的形式同时收摄入马吉拉准心间。圣杜母于满天空行飞升空中，化为彩虹祥云。此时黎明破晓，东方旭日冉冉上升。马吉拉准由青浦的山洞走出来，朝向桑耶寺行去。途中以大黑天为首的各天尊众、阎神、权神等护法夹道欢迎。欢迎的人天队伍一路以礼向桑耶。第11部分，印度三代表来挑战。当西藏地区越来越多人传扬马吉拉准的教法与事迹时，从贩夫走卒到王公大臣都对他充满尊敬与信心。他所到之处，身边常常围绕着上千人，人们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，其中甚至有远从蒙古和尼泊尔而来的僧侣、比丘与瑜伽士。佛法的发源地印度自然也听说了这位西藏的女性成就者。一天，在印度菩提迦耶，一群大班智达从东南西北各方赶来参加一场重要会议。会议的主题正是关于西藏那位女上师以及她的法源是否纯正。所有的佛法都源自此处的金刚座。主持会议的大长老一开场就获得了众人热烈的回应。
长老接着说，然而我们却听说，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子，在落后未开的西藏自创教派，宣称是断经大手印，影响力日益强大。其中详情实在令人怀疑。话音方落，座中另一位班智达接口道，我们寺院中有人刚从尼泊尔归来，转述说那位女士的教法能治愈404种疾病，调伏8万种邪魔障碍，而且她生来就有3只眼睛，常睡在狮驼林和麻风村里，还传闻她是般若佛母的化身，法力十分强大。我们听得越多，就越觉担忧。另一位长老拄着拐杖站起，以杖顿地数声，嘶哑地说道，如今他已收服雪域西藏，将来就可能收服印度诸邦。他究竟是尊圣佛母的化身，还是摩罗的化现？我们应立刻派人去调查清楚。一位班智达补充道，但派遣之人不仅要学识渊博，还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修持力量，方能彻底辨明他的真伪，平安归来。众人点头称是。那么该派谁去呢？经过一番推选，最终3位阿舍离被选为代表，担负起这项艰巨的任务。3位印度阿舍离如猎鹰般迅捷而隐秘地抵达西藏，直奔玛吉拉准所在之处。玛吉拉准的女使者索南简最先发现了他们，立即向佛母禀报。在我们草屋上方不远处，有3个肤色灰蓝的人，眼睛深如古井，披着黑色丝质披肩，一看便知不是本地人，似从异域而来。他们是以神足通从印度来临的大成就者，请为他们备座。玛吉拉准吩咐铺上3层坐垫，备好香甜的姜黄饭，如待上宾般接待他们。3人被迎请上座后，玛吉拉准以印度语寒暄问候。印度代表惊讶地问，你怎么会说印度话？我的过去生中曾多次转世为印度人。玛吉拉准答道，你是说你记得自己的前世？是，我知晓现在、过去、未来3世的一切。玛吉拉准语气平和，并无夸耀之意。3位代表低声商议片刻，其中一人说，你能否举出更多例证，以证明你所言非虚？玛吉拉准心中明了，若只用印度语向他们解释，最终只能说服这3人，他人无从知晓，日后仍会不断有人前来质疑。若要令大众信服，就应以藏语陈述，并同步译为印度语、尼泊尔语。于是他请3位代表暂歇数日，适应气候，观赏雪域风光，同时差遣快脚，将消息迅速传至安多、前后藏、康区及尼泊尔等地，宣告印度3位顶尖大成就者前来，与玛吉拉准辩论佛法。届时佛母亦将说明自身3世因缘，有意者皆可自带1月粮资前来与会。讯息一出，竟有50万人闻讯赶来，其中包括4位精通印度语的大译师。仅玛吉拉准自身的僧团便有7万人参与。玛吉拉准打开库房，动员整个村庄照料众人的饮食所需。法会伊始，印度阿舍离开门见山，一切佛陀教法皆源于印度，从未闻有佛法源自西藏。玛吉拉准从容反问，印度却是佛教发源地，那么请问佛陀于何时，为何种因缘，向何种众生宣说了何种教法？印度代表一时语塞，半晌才道，我们并不确知佛陀转法轮的具体时间与因缘，你若知晓，不妨说来一听。于是玛吉拉准历时7日，将佛陀生平、3次转法轮的因缘与教法精髓娓娓道来。4位译师轮番上阵，翻译得精疲力尽。然而3位印度代表听完后说，你所言虽似滔滔江河，但常人难以查证真伪，不如请你谈谈自己的前世以及当时所学教法，并请出示真凭实据。玛吉拉准应道，若我无法证明自身教法的正当性，则西藏众人乃至我的弟子都将失去信心。故此，所有聚集在此的人们，请仔细谛听。接下来他用3日时间
阐述自己本是般若佛母意所化现的金刚自在瑜伽母，已为利益众生投生人间107次。此事为雪域众生之力，转生于西藏拉齐，名为拉准玛，意为拉的明灯。随后他又以7日详细说明前一世投生为印度行者雄鲁麦朗智的种种行仪与师承。最后他对3位代表说，你们可前往印度普陀山的巴扎岩洞，那里完好保存着我前一世的肉身，你们可将其火化，届时芳香将弥漫整个地区7日不散，闻者身心舒泰，百病消散。空中亦将现出五彩祥云，天乐花雨并降，诸多吉祥物自天飘落。待火堆冷却，灰烬中可见未化的颅骨嘎巴拉，其前额有5方佛符号，后额有阿字。每颗牙齿如右旋白海螺，所有胸椎骨呈8大尊圣塔形，腰椎骨现3足性尊法相，两肩胛骨上有清晰的绿度母、白度母像，心脏处现释迦牟尼佛法像，肋骨中央现金刚法轮。此外，血肉将化为数千五彩舍利，请3位速往验证我言是否属实。至于我，今年52岁，此生前半已毕。此后我将弘法立生，直至99岁，届时会以千世法、婆瓦法离开此身，飞往色究竟天净土。马吉拉准语毕，现场50余万人不约而同跪地顶礼，赞叹欢呼之声如海浪澎湃。3位印度代表以神通力非凡菩提伽耶，即刻将马吉拉准所言禀报诸长老。他们特邀帕当巴桑杰加入，一行52人徒步至普陀山巴扎岩洞，果见洞中存有一具宛如生者的肉身，正是麦朗智的遗骸。涂皮之后，一切迹象与马吉拉准预言的征兆完全吻合。印度高僧大德们惊叹，马吉拉准确是般若佛母化身，我们应迎请他至印度。粗朴的西藏人不配拥有如此珍贵的人中珍宝。此后数年，不断有印度大修行者前往西藏朝礼马吉拉准，或请法，或邀他赴印度住西。马吉拉准却道，我去印度并无大用，佛陀教法已从印度广传至西藏，我的责任是让佛法在此地发扬光大。多生以来，我曾转生印度，与你们有甚深法缘。今生我这乞丐婆就以断镜大手印作为献给印度的礼物吧。此后凡有印度行者求法，他必以印度语亲传，确保法义精确无误。马吉拉准在雪域四处云游，讲经说法，直至99岁，一生利益无量众生。他以10万般若颂为核心，开创释身法断镜大手印经义教授，后由弟子编纂成10卷法本，广传印度。其精髓传承则流于西藏，由他的3名子女持有。追随他修正成就，得他亲传印可的心子，有却吉桑格等116人，另有1263位男女弟子于此生正得解脱。437名麻风病患依其法修持，神奇痊愈，重新长出健全的4肢与5官。第12部分，最后的教言。幸运的孩子们呀，请将这些话放在心中，我的师身法教授即是纯正的大手印，恰加谦波教法。大手印无法以言语表达，无可言全。99年来，我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努力，如今工作将近完成了，我将不再以色身投生人类国土，也不会留下任何遗物或遗体，但我将在世间化身无限，许多人将能认出那是我的化现。但一个人业力清净与否，所见到的化现各有不同，孩子们请了解这一点。我幸运的孩子们呀，请将这些话放在心中，我的师身法教授即是纯正的大手印教法。大手印无法以言语表达，无可言全，但近似如此。恰是心之空性本质，家是从轮回的险乡大海中解脱，谦波是险乡与空性的合一无别。险乡与空性本然同时具现，这合一无别如同虚空无作，
亦无一。同样的，那自然具现的心无所缘，亦无所依，就让它安住在其自然广境中，毫无造作。当负面念头的束缚松解，你将得到自由，毫无疑问。如同凝视虚空时，其他物体便在眼中消失不见，此心也是如此。当心看着心，一切分别妄念便消失不见，正悟就此呈现。如同空中云，在天空中消失无踪，不去向何方，也不住于何处，心中的念头也是如此。当心看着心，概念之波就此消失平息。如同虚空，无形无香亦无色，此心也是如此，无形无香亦无色。如同太阳的本质不会永远被黑暗遮蔽，自心本性的了悟也是如此，不会永远被轮回所遮蔽。即使将虚空加以命名，或约定俗成的加以定义，我们也无法指出这就是虚空。心的明晰也是如此，也许可以形容出它的种种特性，我们却无法指出这就是心之性相违，本来即空，如同虚空。自心本性之了悟，便含一切现象，无一遗漏。当妄念完全被弃舍时，妄念即是法身无他也；五毒完全弃舍时，五毒即是五智无他也；三毒完全弃舍时，三毒即是三身无他也；世俗之心完全弃舍时，凡心即是佛果无他也；轮回完全弃舍时，轮回即是涅槃无他也；烦恼完全弃舍时，烦恼即是方便无他也；空性完全弃舍时，即是般若无他也；此心完全弃舍时，恐怖寒林无他也；善恶完全弃舍时，天神鬼魔无他也；六识完全弃舍时，六道众生无他也；八识完全弃舍时，八部魔君无他也；散乱妄念完全弃舍时，神奇幻变无他也。如是即为禅定也，即为每日四作也。妄念完全弃舍时，失身修持无他也；即得正念觉察时，最终到底成就无他也。了悟心之根本体性时，究竟物象无他也。舍弃一切身体之作为，如同一束被砍断束绳而松开四散的稻草；舍弃一切言语之表达，如同一具被切断琴弦的乐器；舍弃一切心理之活动，这即是大手印。除此之外，在我这老父的法脉传承中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做的了。啊，幸运的孩子，幸运的弟子们，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，就像落在山径上的一根羽毛，而我们的心是明而空的，就像深广的天空，就在这自然状态中无造作的放松吧。当心无所缘时，这就是大手印，与此娴熟，身心相契，这就是佛果。即使念诵咒语，勤供钵马，精通所有三藏经典，遍学律藏与各派宗义，仍无法让你了悟心的本质大手印。执着于自己的见地，只会障碍你自心的明光，守护那仅是概念的世界，会损害究竟的三昧业。远离念想造作，不挂念自我，如同波浪一般自然升起，自然消融，无概念，不住于极端边界。在自心本初清净之中，你的三昧业将毫无堕犯，无贪无执，不落边界。如同一束光破除黑暗，你将了悟显密教法与所有典籍于一瞬间。渴望此道，你将自无边轮回大海中解脱，进入此道，你将击败一切烦恼，证得此道，你将得到最胜佛果。无至于此道者，是迷惑的愚人；不入此道者，如同盲人徘徊于黑暗中，他们必将被轮回的痛苦巨流席卷而去，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折磨！请慈悲这些愚者，若想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，需恒时依靠一位具格上师，一位博学且正悟的善知识。前进殷切地对上师祈请，无微不至的诚实，并请求口诀开示，细细思维上师的教导，并如实修持。当加持进入心中，将认证自心的真实面目。啊，一切轮回的现象毫无实质，
它们是让我们痛苦的成因，而痛苦只会增加，永无休止。你难道没有发现，此生正在烦乱不安中消磨殆尽？如果你幻想日后有闲暇时再来修持佛法，你将错失大好良机。人的一生就浪费在我稍后再来修持的念头上。如果一个意外你就死了，那怎么变？此时此刻不能坚持禅修，明日若死，谁能为你将正法奉上？若是你自己不修，别人修行对你有何好处？就像乞丐的一场美梦，梦中荣华富贵，声名显赫，醒来一切成空，无影无踪，如同飞鸟掠空而去。世间一切有为法，皆是如此。此时此刻，你就有大好良机，寻找心的本质，这才是有意义的事。当你看着心无物可见，就在这无可见之中，你见到了究竟之意。究竟之见，离能所；究竟之修，无散乱；究竟之行，不费力；究竟之果，无希惧；究竟之见，乃无所缘；究竟之修，离概念心；究竟之行，无作之行；究竟之果，离一切边。若能悟此，即是正悟；若入此大手印道，即正根本自性。那时，你已断除了对于内外中间的一切错误概念，你已了达高下，成道一切教法，击溃84000魔军，同时圆满了征相、前兆与最终成就，渡过了轮回大海。我这老父没有比这更殊胜的教法可以给你的了。马吉拉准如此说道。在藏历火候年6月15，朝阳刚于山顶闪耀之时，马吉拉准说道：齐聚于此的弟子们，请备置一个圣庙的会供，令一切空行于永复欢喜。99年来，我已做无数立生事业，现在我将前往空行净土。马吉拉准佛母身上发出闪耀的粉红光芒，如太阳一般，他离地浮起上升至1肘高，说道：我的纯正教法，那无与伦比的无生教义，是一切甚深法门中的最胜法。身心分离，即此加持力，乃是最殊胜的谦使。供养此肉身之运具，乃是最殊胜的宴席。浪游山隐洞窟与恐怖寒林，乃是最殊胜的佛寺。如幻鬼神随时在侧，此乃最殊胜之施主。这远离西距二边的修持，是一切善行中最棒的善行。这无间断的一味觉受，是一切行道之中最殊胜的行持。这了义的本质，远离思维与言权，乃是最殊胜的修行。我拉准拉的明灯是最殊胜的女人。现在我将在无声广境中死去，而这就是最棒的死法了。马吉拉准佛母以雷鸣一般的声音，他高呼3声种子自胚，在丝毫不离于法性之中。他的心识由泛学脱离身体，于红光中消融于虚空广大境，就这样进入了真如广大界之中。